大小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哎呀，大小姐，我给老爷做的鞋才做了1只，我真的不想去逛街。彩青，实话对你说了吧，我说出来逛街啊，是骗我娘的啊！我想去方家老宅看看。哎呀，你要去就去呗，反正方家老宅就在城里，干嘛非要拉上我？我叫你去就去，问这么多干什么？哦，大小姐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吩咐啊？就是萧家的3少爷萧青雨了，整天缠着我，我一出门他就会跟着我。等一下他要再赶来，你就帮我打发他走。我去方家老宅，不想他跟着忙。哦，那好吧，我尽力吧。你刚才说的你要记住。大小姐，瞧啊！沈大小姐，萧3少爷，你今天又有什么好东西要送给我吗？大小姐见笑了。敢问当世有几样东西能入得了小姐的法眼呢？今天在下特地在此恭候，是想约小姐一块儿到南湖上泛舟赏荷。其实你的心意我非常明白。你看起来和你大哥那种纨绔子弟真的不太一样。可是你是有真才实学，还是浪得虚名，我真的搞不清楚。对了，这个是我家丫鬟彩青，她从今天开始会考验你，你能通过她这一关，才有资格来找我。真的？好，那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彩青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那好吧，你先带彩青去游湖，接受考验。好，啊，彩青姑娘。如何？好，请姑娘出题。这第1题，就请萧少爷以眼前的景致为题，做一首诗。作诗。彩青姑娘的第1题不会就这么简单吧？萧少爷是倾城的才子，做一首诗当然不在话下。只是这首诗萧少爷却不能自己做，而是要你用4位古人的4首古诗中的1句诗来连成一首新诗。这倒有点意思。而且，古有曹植7步成诗，今天我也要萧少爷7步成诗。7步，这在船上如何量步啊？就以阿烈手中的桨来计数，他划一下桨，就为1步，如何？好。那现在我就开始记了。1。5、6。你的桨怎么不落下去啊？我不敢落下去啊！
落下去，不就已经7了吗？笑话！如果我真想不出来，不用说数到7，数到70，你的胳膊麻木了，不也一样没用？这么说，萧少爷已经想出答案了。天哪，少爷，你早说嘛，害得我白白替你担心。那就请萧少爷把答案说出来给我听听吧。镜湖800里河长。这是明代徐瑞的诗句。杨柳风多，水变凉。这是唐代刘长卿的诗句。莫言春度，芳菲尽。这是唐代贺知章的诗句。让雨莲花自在香。这是清代张问陶的诗句。不错不错，答的完全符合要求。那是当然了，我们3少爷可不是浪得虚名之辈，又怎么会被一首小小的诗给难住呢？彩青姑娘倒是出乎我的意料，没想到彩青姑娘也是饱读诗书之人呢。我只不过是大小姐的陪读，学了些皮毛罢了，班门弄斧的，还是让萧少爷见笑了。彩青姑娘太谦虚了，我现在可是姑娘砧板上的鱼肉，还请姑娘手下留情呢。这是我们家厨子做的绿豆糕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如果能合你家小姐口味的话，不妨给她带一些。哎，有了！我看啊，在诗词曲赋上考你，根本就难不倒你萧少爷。不如我来考考你算学吧。算学？那姑娘打算怎么考呢？这第2题呢，就请萧少爷只用5刀，把这块绿豆糕切成20块。5刀，20块。对呀。好，姑娘请坐。年哥哥，彩青，原来是婉清妹妹。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年哥哥？阿宝和红玉厌倦了，又多了个彩青啊。哦，哈哈，你看我这记性啊！如果你不提他们的名字啊，我早忘了。沈流年，我谢婉清见过风流的，还没见过你这么风流的。哼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这叫做人不风流枉少年嘛！啊，婉清妹妹。哼。怎么样啊，萧少爷？你有没有想出来怎么切这块绿豆糕啊？晴雨愚钝，到现在还没有想出来。没关系的，萧少爷，我再给你1天的时间，你回去好好的想。明天的这个时候，不管你想没想出来，我们都在这儿见面。如果你想出来了，就切给我看，那我就接着问你第3题。如果你没想出来，我切给你看，那这场考验你就算输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来找我家大小姐了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。明日此时，我就在这个地方恭候姑娘，不见不散。嗯，好。怎么样？你把那个萧青雨打发了吗？你放心，至少他明天不会来缠你了。要是过了明天，他还答不出我出的题，他以后都不会再来找你了。那就好。我今天去方家老宅子的事情，你回去以后可不许跟别人提起啊。我娘这几天总在劝我忘了少林，另外找一户人家嫁了。
要是让我娘知道了，她肯定又会对我唠叨半天了。大小姐，请放心，我从来就不多嘴多舌的。这倒是，这点啊，你比春熙他们几个要强多了。彩青，姐姐，哎，可找到你们了。你们去哪儿了？我找遍了全城都找不到你们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是来找我这个姐姐呢，还是找彩青呢？是又怎么样？我正想带彩青去游湖呢。哼，那你也来得太晚了，她刚刚去过了。啊？怎么？你们去南湖了吗？哦，我没有去，是萧家三少爷陪她去的。彩青，你怎么和萧青雨去游湖呢？是大小姐让我去的。姐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把彩青带出来，又把彩青交给了萧青雨。她是我的丫鬟吗？我喜欢安排她做什么就做什么了。你，哎，好了，二少爷，其实是因为那个萧少爷一直缠着大小姐，所以大小姐才让我想办法把他给拦住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对了，彩青，我跟你说啊，以后你就别理那个萧青雨了，他们萧家一个好人都没有。我担心啊，他纠缠姐姐不成，反过来打你的主意。你放心吧，现在我已经出了一道难题，把他给难住了。我想他以后都不会来纠缠了。哦，是啊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会喜欢上一个丫鬟吗？好了，姐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带彩青去吃饭，你自己回家去吧。那不行，她是我的丫鬟，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安排她去做呢。啊，姐姐你啊，是啊，二少爷，其实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我们先走了。大小姐，我们走吧。阿烈，司仪奶奶，这三少爷怎么回事啊？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连晚饭都不吃。哎，别提了，他都切了大半天的绿豆糕了，厨房做了一大堆绿豆糕，都被他切完了，现在厨房正赶着做新的呢。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切绿豆糕，都怪那个彩青出了个怪糟糟的题，把三少爷都快逼疯了。这又关彩青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是这样的。这个彩青可真会折腾人。这样吧，先让三少爷自己想想，如果明天还是想不出来，早晨就来找我。怎么？你知道答案？你别忘了，彩青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小啊就是玩这个游戏长大的。哎呀，我的司仪奶奶，你既然知道答案，现在就告诉三少爷吧。你看，他趴在那儿一动不动的苦想，多可怜啊！三少爷这种心高气傲的人，不到万不得已才不会求别人呢。就算是我现在要告诉他，他也未必肯听啊。司仪奶奶，看不出你倒挺了解三少爷的嘛。去吧。三少爷，洗把脸吧。唉，三少爷，你还没有找到用武刀就能切出20块绿豆糕的方法吗？阿烈，我和刘云小姐恐怕真的是有缘无分了。我想了整整1个晚上，最多想出
4刀切出10块，5刀切出15块。三少爷，你别着急，还有大半天的时间呢。我先去给你拿点吃的吧。拿什么吃的？我哪有心情吃早点呀？三少爷，早啊！哦，四嫂，这是我们自家种的苹果，我爹今早送来的，你尝一个吧。啊，谢谢四嫂。我来帮你切。哦。哎，四姨奶奶，你这切苹果的方法可真奇怪，咱们平时都竖着切，你怎么横着切了一刀啊？习惯了。小时候啊，伙伴多，每个人都要争着吃苹果，这样切方便，3刀就能切出8块来。终于想出来了。什么事儿让三少爷这么高兴？你想起什么了？四嫂，你有所不知啊，你那轻轻一刀，对我来说简直就如佛家所说的当头棒喝，一下子就让青雨明白了。阿丽，你说我多愚笨，怎么没有想到呢？既然我竖着可以用4刀把它切出10块来，那只要轻轻的横着再来一刀，不就是20块吗？对呀，三少爷，你真聪明。不是我聪明，是四嫂。四嫂，谢谢你啊，你简直是青雨的福星，大福星啊！哎，阿丽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去给我拿早点来，我可要精精神神的去见刘云小姐。是，少爷。彩青姑娘，请。来，彩青姑娘，喝茶。好的。萧少爷，现在你可以切给我看了吧？萧少爷果然是聪明，这第2道题答得也很完美。那就请姑娘出最后一题吧。萧少爷，对不起，我奉了我家大小姐之命，必须要把你难住。现在你已经连过2关，所以这第3题，我只能出一个千古绝对来考你了。彩青姑娘，我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，不出无解之题。绝对虽然难解，但是从道理上来说，那就是有答案存在的可能性，并不能算是本来就无解之题的范围。古往今来，有很多绝对不是也被人给对上了吗？我这个绝对是从一本古书上看到的，至今都没人能答得上来，我自己也想不出答案。所以，即便是我没有答案，要是萧少爷也答不上来的话，那就算是你输了。彩青姑娘，你这么对少爷太不公平了。阿丽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就把这一切都交给天吧。彩青姑娘，你出队吧。萧少爷，请你听清楚了，我出的这个绝对是寂寞寒窗空守寡。哎，萧少爷，你笑什么呀？巧得很啊，这个对子早些年我曾听我的恩师提起过，据传是当年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守寡的时候留下的。
他当时怕太多的无聊之人骚扰他，便出了这样一个上对，并声称只有对得出下对的人才有资格向他求亲。只可惜啊，直到他去世，也没有人对得出下对。这个下对，也变成了所谓的千古绝对。不错，这个对子最难对的就是上联的7个字的字形都有宝盖头。我也试着对过下联，可惜，要不然就是意境对了，字形不对；要不然就是字形对上了，可是意境又差了。怎么？看萧少爷这神情，想必心中已经有答案了。当年恩师跟我说到这个绝对，在下曾冥思苦想几夜，最后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让在下想出一个，无论是字，还是意境，都还算是完整的宫对。你真的答得上来？彩青姑娘，我的下联是：俊俏佳人昌龄丁。寂寞寒窗空守寡，俊俏佳人昌龄丁。果然是意境吻合，字形也对得工整。三少爷真有你的。哎，阿烈，还要感谢彩青姑娘抬爱，没有故意刁难在下。哦，彩青无能，没有能难得住萧少爷。只是，即便如此，你想娶我家大小姐也是几乎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你们沈家和我们萧家一直以来不和吗？没错。不瞒萧少爷，我们沈家所有的人对你们萧家的人都没有好感。我们家大小姐说了，为了表示你的诚意，就必须请你爹亲自上我们沈府跟我们沈老爷提亲。彩青姑娘，你这不是故意刁难吗？我们少爷去提亲还不行，还非得我们老爷亲自去。阿烈，你闭嘴。彩青姑娘说的很有道理，这门亲事其实不只是我们2个人的亲事，更关系到萧沈2个家族。如果我爹不能把这些年和沈家的恩怨化干戈为玉帛的话，这门亲事确实不太可能。萧少爷果然是明白事理。既然话都已经说明白了，那彩青就告辞了。那好，姑娘慢走，我就不送了。三少爷，我看这未必是沈大小姐的本意，而是这个彩青在中间捣鬼。何以见得？你知道这个丫鬟彩青是谁吗？她就是当年老爷绞死的那个月香的女儿。她肯定对老爷怀恨在心，所以才会故意让老爷亲自去沈府提亲，为的就是看老爷丢丑。你怎么不早跟我说？我怕我早说了你会更紧张，连她这一关都过不了。如果我千方百计地求我爹，让他勉强答应这门亲事，也许还有可能。可是让他亲自上门向沈渊提亲，唉，真是比登天还难。老爷，方家已经10来年没有音信了，我们刘云已经21岁了，总不能让他再这么等下去。我看我们不如另做打算。要给刘云另找个婆家倒容易，但万一哪天方家又回来迎亲，我们怎么说呀？等了他们10年了，再这么等下去，你女儿就要变成老姑娘了。唉，这2个孩子的终身大事真叫人操心。好吧，过了今年方家还没有音讯的话，那就不再等了。好啊，我这就留心着，帮刘云物色一个好人家。爹，娘，流年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
爹，我求求你了，娘，我要娶彩青为妻。我以为有什么大事情呢，原来你想娶彩青为妻啊？好啊，只能做妾，不能为妻。娘，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我就去白云观，去做道士。流年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这么大的人了，还像小孩一样任性。雨茹啊，都年近半百的人了，膝下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看。老爷，你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被儿子一句话就吓成这个样子。好啊，乖儿子，如果你要做道士，就尽管去吧。只要你一当道士，我马上就把彩青卖给别人做老婆，看谁比谁狠。娘，你真的要这样？你再说。哎呀！哎呀，雨茹啊，干嘛和儿子斗气呀？老爷，你看流年的没出息的样子，他这么冲动，将来怎么是萧家两兄弟的对手？迟早沈家的这份产业要败在他的手上。结果回家一看，怀里抱的是一个大冬瓜。好了好了，这故事我听过了。娘，什么事儿笑得这么开心啊？青雨啊，哎，娘别动。哎，春儿，你说娘今天怪不怪？怎么看着越来越年轻漂亮了？青雨啊，我看你这张嘴呀，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娘，我在厨房啊，给您沏了一杯参茶，您尝尝看，保证您喝了以后更加漂亮。这不是什么参茶吧？一定是什么迷魂汤。瞧你说的。好啦，有什么事儿赶紧说吧，娘还能不依你呀？还是娘了解我呀。哎，娘，哎，春儿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什么事儿啊？娘。啊？哎，青雨啊，当初咱们在桃花庵见到沈流云的时候，你可是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啊！你还说什么沈大小姐虽然长得美，但是缺少一种韵致，只能让你眼前一亮，不能动你的心吗？娘，此一时彼一时嘛，我哪会想到，这个沈流云，就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知音呢。青雨，你不会是当真的吧？哎呦，青雨啊，我劝你啊，趁早死了这份心，别到你爹跟前去找骂了。这满京城那么多的漂亮女孩，你偏偏喜欢沈流云，这不是故意给你爹找难堪吗？娘，我现在对流云是认真的。正所谓千金易得，知音难求。哎，还有一句古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娘您想想，如果真的通过这桩婚事，把我们沈萧两家这么多年的恩怨都化解掉，那不正是皆大欢喜的事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你爹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娘，正因为我了解我爹的脾气，这不才来找您想办法吗？我知道娘一定有办法的。要说服你爹啊，只有一个办法。娘，您说。其实啊，你爹最疼的是你，最看重的也是你。他一直都希望你好好的跟他学做生意，将来好接管这个家业。可是你呢，一直都不肯，而且还远远疏远你爹。你爹虽然嘴上不说，可这心里呀伤着呢。唉，这可是他最大的一桩心事了。不错，你这个办法真好，我就不信萧汝章敢亲自来向我爹求亲，以后那个萧青雨也就不可能再来缠着我了。大小姐，这件事我已经帮你办好了，你还有什么吩咐没有？别的吩咐暂时没有，
有件事我倒想问问你。昨天流年又找我爹娘闹腾去了，说如果不让他娶你为妻，他就去当道士。是你挑唆的吗？大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更何况我怎么可能去挑唆二少爷呢？你在我们沈家那么多年，你心里想什么？难道我会不清楚吗？我今天再劝你一句，你不要再跟流年走那么近了。你只是一个丫鬟，主仆有别。流年是绝对不会娶你为妻的。你快点打消这个念头，不要再痴心妄想了。老爷，这么多年了，青羽还从来没求过你什么。我看呢，他这匹野马也该上个配头了。青羽，你真的很喜欢沈流云？我若为你亲自去沈家求亲，你以后真肯老老实实跟着爹学做生意？就算我亲自上门提亲，只怕沈渊也未必肯答应。到时候，你可别怨我这个爹。爹，您的意思是您答应了？太好了，爹，我向您保证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我都不会反悔。那咱们两父子就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真是太好了！你看，这么为难的事儿，你爹都答应了，以后啊，可不能再惹你爹生气了啊！哎，娘，你就好人做到底吧，陪着爹一块儿去。爹的脾气您知道，万一跟人家一言不合，您好从中给周旋周旋。老爷，您看呢？那你就跟我一起去，这样也显得我们更加诚心。谢谢爹。这下好了。这个流年太不像话了，一连好几天装病赌气，生意上的事一概不管。老爷，你不必发火，先喝杯茶消消气了。你明知道流年就是这个性子，不用理他了。过几天他看这招没用，自己呀就没意思，不再闹了。我看这次不比往日，如果你不肯让步，他也不会让步。老爷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等将来流云出嫁的时候，顺便让彩青给流云陪嫁。什么？你要彩青去给流云陪嫁？不错。如果让彩青做我们沈家的少奶奶，我绝对不会同意。就算是做姨奶奶，我也不答应。如果是这样，不如远远地打发出沈家去，到时候流年自然就死心了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如果流年知道了，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我看是老爷心里边舍不得吧。你说什么呀？月香虽然没了，有彩青在你身边，你心里面多少有份安慰，是不是啊？老爷、夫人，萧老爷和萧夫人来登门拜访，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老爷夫人商量。萧汝章，他来做什么？他们夫妇俩特地找上门来，会有什么事啊？沈老板，沈夫人，我知道以往都有得罪，但我们都是有子女的人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小儿青羽对令爱一见钟情，我这个当爹的也很想帮他达成心愿。令爱提出，只要我亲自上门求亲，他便愿意下嫁小儿。所以今天
我和内人前来，是诚心诚意替小儿向令爱提亲的。肖老板，肖夫人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实不相瞒，我女儿10年前就已经许配给了方家。沈老板，方家已经失去音讯10年了。即便如此，小女才貌平庸，实在不敢高攀呐。沈老板太自谦了。青城谁不知道，令爱是我们青城第一美人，小儿青羽也颇有才名。他们2个年岁相当，才貌相当。你我2家又是青城数1数2的人家，纵然以往有小小过节，但是若能借亲事化干戈为玉帛，岂不成为青城佳话？肖老板，你这小儿子的才名，我略有耳闻，号称诗书画乐4绝，但是他的才气跟人品的才气是2码事。沈夫人，此话是何意啊？莫非小儿青羽有何行为不轨之事？哦，这倒从未听说过。不怕得罪啊，肖老板。你几10年来，先后娶了5房太太，现在剩下2房。你的大儿子在去年1年里就娶了1妻2妾，可那2个小妾过门不到1年就莫名其妙的死了。今年又娶了一个4姨太，有此家教渊源，我怎能放心把女儿嫁到萧家呢？你，老爷，沈老板，我想你大概是误会了。我那3个妹妹，一个是死于乱兵之手，一个死于难产，一个是在南湖失足溺水。至于红雨那2个妾，一个是死于伤寒，另外一个是死于大出血，都是家门不幸之事，并非人为之故。这与人格何来的关系啊？萧夫人，虽然他们都是死于意外，但贵府的意外实在太多了，难免别人误会。再说了，我女儿自小娇生惯养，受不得委屈，她又不懂得与人争宠、勾心斗角，实在是不适合在贵府那种妻妾成群的大家庭中生活。是啊，我看这门亲事是成不了了。肖老板，肖夫人，真的不好意思，你们请回吧。哎，沈老板，沈夫人，难道这事儿就没有再回旋的余地了？我真的不想拿我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去冒险。沈老板，沈夫人，今天就算我萧某人自讨没趣。管家，哎，送客。肖老板，肖夫人，请。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老爷！哎呀，老爷，您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哎，爹，您回来了。哼，岂有此理！爹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青羽啊，爹和娘都已经尽力了。哎，那个沈渊真是可恶，他不答应也就算了，哎，还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把你爹奚落了一通。可是你爹为了你呀，全都忍下来了。我知道，娘，您和爹今天一定都受委屈了。不过要说，也是爹当年做的太绝了。那个叫月香的，既然是误伤人命，而且还认了罪，爹就不应该。当年的事情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那个月香虽然到死也没有承认他和沈渊有私情，但是他们俩绝非一般的主仆关系。哦，还有那个叫彩青的丫鬟，她很可能就是他们俩的私生女。你爹怀疑桑老三之死另有蹊跷，他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居然有这样的事！当初那个月香嫁给桑老三的时候，7个多月就生下了彩青，那彩青的身世就很让人怀疑啊。只不过月香不肯招认，沈渊呢，也只是把彩青收到府上做了个丫鬟，你爹没有证据罢了。娘，你看，既然都没有证据，又是人命关天，爹怎么会那么鲁莽，判人家死罪呢？青羽，
这个案子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那个月香连尸骨都化成灰了，你这个时候再提这件事情，还有什么意义啊？可是娘，很明显，沈渊对我们萧家的仇恨，并没有因为月香的尸骨化成灰而消散半点。青羽，你不用多说了，这件事算爹对不起你。你放心，爹自有办法帮你把沈流云娶进门，你就安心跟着爹和大哥学做生意。爹，我是喜欢流云没错，可是我不希望用什么卑劣的手段得到她，所以您千万别乱来。沈流云是一个大活人，又不是一件东西，我还能硬把他抢过来不成吗？我说的办法，当然是要沈渊心甘情愿把他女儿送给你当老婆。您想用什么办法？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。难得你求爹一件事，爹无论如何都一定帮你办到。